那个年代，我们是一种青春的热情，以自己的方式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也把自己的作品融入了本地很多人的一个集体记忆。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淳朴也帮助了新谣，因为新谣很清新，那个年代连听歌的人、唱歌的人都很淳朴、很实在，所以它有一个年代的情怀。绿草青青，把那细雨滴滴收集在琴声里，写一首歌给你，写一首歌给你。不久前，我一个学生的一篇作文里面有2句话令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如果2个人要相遇的话，在那之前必须擦身而过3000次，才能够见一次面。新谣等了30年，我们所有台上台下的人能够在音乐中、在歌中重逢，也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缘分。我带着一种赴约的心情，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写于1980年，1984年发表，让我们返璞归真，回到最初。写一首歌给你，琴声中轻轻地，轻轻地告诉你，一季节的美丽。Everybody, Indoor Stadium！ 欢迎参加这1年1度的新谣聚会。听新谣的人群并没有忘记新谣，而且还非常坚持的，越听越多，人群越来越大。每一年都会支持吧，我每一年都拿不到票，买不到票。去年本来想来的，可是订不到票，好难订哦那个票。我们中学就听到现在了。每一首歌都会勾起我们不同的回忆，而且跟这些歌星也是差不多一样岁数，一样在慢慢的变老。爱新谣，支持新谣，有很多的方法。有些人写歌、唱歌，来看演唱会，而他多了一份坚持不懈的行动力，策划了一场又一场、1年又1年的新谣演唱会。掌声欢迎蔡艺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要走的路还没到尽头，让我们有颗纯真的心灵。对于我们这些唱新谣的歌手或者这些新谣的老朋友们，就是每一年的同学的聚会。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要走的路还没到尽头。我是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开始听到新谣，开始爱上新谣了。来自校园的新谣歌曲呢，真的让我跟一群朋友们都深深的觉得说是很属于新加坡自己的东西。在当兵的时候，我就组成了一个新谣小组，叫做跳动力小组。话别自己从你手里接过一份礼，一幅画里有一只海鸥在天宇里在意。如果我们要回溯到新谣的兴盛期的话，大概可以就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嘛。那在90年代新谣节开始停办之后，其实整个新谣，我自己本身觉得它就是走入一个式微、渐渐被人淡忘的一个阶段。流离的人群里，生存是什么意义？很多的所谓当初投入新谣运动的这些歌手、创作人，也都为着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和规划而做不同的选择。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啊，就是大概整整有10年的时间吧。眼看着落花如雨，满天空记忆
飘零，风里纷纷飞过，偏偏谁的后来出来创业，以新谣为主题，跟校园民歌为主题，开了我的人生的第一间民歌餐厅——弹唱人民歌餐厅。迷失了自己，我听见弹唱人是从民歌餐厅开始。1998年，我们在连城街草创，所以刚才看到他们3个在这边唱的时候，他们都是弹唱人以前的驻唱歌手，我老泪纵横，很多感触。因为我们从1998年到2015年之间，其实为了生存，我们其实搬了5次，就是前后搬迁了5次。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曾经倒闭了5次。是一段真理，当开怀惊喜。因为民歌餐厅不容易经营，我们开始转型，就开始办有关新谣跟校园民歌的演唱会，也就一直做到今天。13年之后呢，我们就一路从明天31到明天34的时候，我们为了改变那个主题，我们就回到了新谣最初的音乐乐园，就是嘉隆剧院。那一年的演出，我记得叫做《明天34》，回到最初。我还记得是所有的歌手，我们都是穿着自己当年学校的校服上去表演，那种感觉特别浓烈，特别难忘。那就一路从34就一直做到明天37，直到疫情来临之后，我们就停了3年。疫情过后，大家其实都很需要一个抚慰也好，或者一个鼓励也好。那我们就跟场地、跟主办方商量之后说，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完全免费的，但是是正式规模的新谣演唱会，来回馈这些年来支持新谣演唱会的朋友们。这个免费的票真的是非常抢手，我们做了2年，就是半小时里面就被抢空了。除了观众的支持之外，赞助我们演唱会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几乎都是很长情的赞助商，他们就是纯粹的想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们几乎都是华校生。明天42不老的梦，我们就回到了室内体育馆，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回归到售票的演出。我们也跟你们一起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今年的新谣演唱会，我们的8000多张门票在1天里面就卖完了。谢谢你们。我们也创造了室内体育馆最低演唱会门票的记录。欢迎参加这1年1度的新谣聚会。生活一起来成长，未来一起来奔放。明天系列是一路从2013年一直走到今天，已经是明天43了。蔡艺人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在做一种情怀。它呈现给大家每一年的所谓的明天系列呢，做的是一种情怀，看的是岁月，而且是渐渐老去的岁月。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情怀，我们不可能结合这么多人来每年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对你从来不改变，千种柔情说着一种语言。观众跟我们是老朋友，所以希望说有新的一代，他们继续来听我们的演唱会。每一年唱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说喜就泪如倾。我还在世界的背后想你。每一次来参加这个新谣的演唱会啊，都是怀着蛮多的这个激情啊，因为我们从
30年前、40年前就开始接触本地创作，然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每一次都可以通过音符、通过音乐作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我非常的开心。我还在世界的背后想你，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还在世界的背后想你。隐隐的山歌，纯纯的情意，静静的事物，伫立茫茫的天边。自己是一名新谣歌手，所以我是非常骄傲的，而且是非常荣幸的。爱的冰雪。我觉得像一个同学会，每年我们都会参加，然后1年见1次面，然后都是很熟悉的一些面孔，而且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认识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了。让我们一起唱，唱一首自己的旋律。是我们参加这个新谣的常年的这个演唱会，已经超过10多次了。我们是控制塔小组，我是组长兴盛。我今年是特别把我儿子也带来，跟君心的女儿也参加过。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几个孩子都应该继续这个传承这个新谣的精神跟音乐。其实现在很多都2代的都参与了这个演唱会，所以我觉得是一种传承了，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刚刚有发现我们新谣有第2代。那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诞生了我第1个女儿。你们可不可以帮我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她上台，跟我合唱？写一首歌给你，写一首歌给你，唱出我的心意，唱出把欢乐的情绪欢乐洒遍了大地。作为创作人，作为这首歌的原唱者，我这样看了这个吴奇跟他女儿的合唱的版本呢，也很感动的。新谣也有它的传承，一代传一代。当它成为一个大家的集体记忆，我们把它称为文化资产嘛。文化资产就不限于某一个年代，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一类的歌曲，它是可以一代一代相传的。写一首歌给你，在耳畔悄悄地告诉你，异世界的神奇。写一首歌给你，我是小溪，在耳畔悄悄地，远至山中，悄悄地告诉你，潺潺流过异世界的神奇。土生大海，鱼鸟鱼狗。严黎明其实在明天系列的时候，几乎每一年从来不缺席的，我一定从香港把他请过来，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邀请，每一年传一个简讯他就回来了。你好重，你是我的回应之一，孤单中你是我的远方慰藉，爱人中给我信息，不是不要说，不是不愿说，谁愿心中有余。即使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只是声音都已经沙哑了，不能唱歌了，他还是以非常微弱的声音唱完一首歌。他回来，他说：“我就是要跟你们见面的。”严黎明姐姐好。今年4月，我们听到严黎明姐姐呢身体并不是在最佳状态的消息，我们都很担心。我们很多的听众其实也很关心。那你现在还好吗？我今天这次来就是告诉大家，我还好。走出黑暗的世界吧，朋友。虽然外头依旧是漆黑一片。
他们已经提早离开我们。轻轻化作烟雨朦胧，丝丝落在你的心中。明天是12，我们为了纪念严黎明，我特别把黎明姐在走之前跟我的简讯放到荧幕上。艺人，谢谢你的邀请，谢谢你每每都惦记着我，好高兴，好开心，你们又创造历史，谢谢你们为新瑶的付出，加油哦！我想今年我就不来了，好吗？哦，你的身体健康还好吗？我们当然希望你可以来喽，但也会尊重你的决定，你的时间安排不到。现在接受治疗，到时再说吧。那是他第一次跟我讲，他这一次不回来了。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心里知道，其实情况也是不妙。我是小溪，云浮山中，潺潺流过，鱼跃轻松，图像大海，鱼鸟鱼钩。所以我就安排了他生前的这首歌《水的话》，让全场的人一起唱歌，送给严黎明听。你知道吗？那一刻，其实全场台下的观众在唱的时候，很多人是流着泪在唱的。那个全场的共鸣，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共同怀念一个时代，怀念一个老朋友，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段岁月。摇呀摇。新瑶这个名词，我觉得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意义吧。可能对于大部分新加坡人来说呢，是一个青春的回忆。摇呀摇，摇到外婆家。曾经有参与过新瑶的那一代新加坡人来说呢，他们可能更怀念其实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在追逐的是一个回忆。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要走最初的梦，最后的骄傲。当我回想起那个时候学生时代的我最喜欢的表演者，还有那些歌曲，都是由水草三重唱表演的。我记得他们还有来我学校表演。那我觉得在那个年纪，他们的歌，还有他们的表演方式，很适合小女生吧。但是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会有舞蹈，所谓的舞蹈。这个我觉得都印象非常深刻，然后非常的讨喜。摇呀摇，摇呀摇。岁月的细水慢慢。另外一位就是梁文福，他是在80年代可能是比较成熟的人听的新谣，那我是听比较小孩子听的新谣，就是水草。后来当我长大了、成年了，那甚至当然是当了歌手之后，梁文福绝对是一个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新谣人物。人生的际遇千百种，但有知心常相中。我觉得虽然像我。许美静、孙燕姿、蔡健雅、JJ， 虽然我们在我的定义中不是属于新谣的那个部分，可是我们绝对有吸收到它的养分。还有那个重点是，新谣造就了后来创作 Sing Pop 的班底。以歌手来说，从吴启贤当时的新谣歌手，后来到海外发展，到后新谣时期。陈洁仪、许美静、阿杜、林俊杰、蔡健雅、孙燕姿，他们好多的90年代后的歌手，陆续的在海外发光发热。北京鸟巢，给我听听看。他们也带动着他们专辑里面的本地歌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从新谣的起点一直到今天，新加坡
中文流行音乐越来越壮大，随着年代不断的在演进，这一点非常重要。谢谢你们，你们都还在，对不对？如果说新谣是一个时代，如果说新谣是一个回忆，我觉得都是非常美丽的。可是人不能永远活在回忆里面，在回忆、在吸收过往的营养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往前走。希望所有为新加坡音乐奋斗的年轻人，能够继续的不断加油，为新加坡的音乐、为亚洲的音乐争光。写一首歌给你，唱出我的心意，把欢乐的情绪洒遍了大地，把那绿草青青，把那细雨滴滴收集在琴声里，写一首歌给你，写一首歌给你，唱出我的心意，把欢乐的情绪洒遍了大